OK，行，那我们就看一下这2周我们实现的一些功能吧。首先是我们打算在这个 Evo Agent X 上面搭建一个这个工作流的库。目前的话，我们是可以一键生成工作流，就是你用户有一个文本的这个 query，然后Evo Agent X 会给你自动创建一个这个可以执行的工作流。不过现在有一些工作流比较复杂，可能不太适合说一句话就给它直接搭建出来，所以我们会在 Evo Next 里边搭建一个类似于一些嗯、别人已经创建好的这样一些库，在这个 corpus 里边你可以直接去import 这个 Evo X 的这个 workflow，然后直接对它进行执行，就可以跳过这个 workflow generation 这个步骤，去确保你的这个执行的结果是比较稳定的。这个部分好像是五人在实现是吧？五人，你能不能稍微说一下你目前打算这个创建的这些 example 里边大概有哪些功能呢？嗯，好的。就我们现在打算做一个工作流的这么一个范例库，然后是我们希望把一些常见或者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工作流给做出来，放在一起，然后就是方便大家去做一个参考吧。然后也能就是通过那些例子熟悉一下怎么用我们的工作流来，怎么用我们的框架来搭建一些这些工作流。然后我们现在是计划先从就是相对简单，但同时又有一些比较常用的使用场景开始，然后目前已经开始在做的有就是一个是智能客服，就是它这个客服会根据呃产品手册呀，或者是一些政策文件之类的文档去做一个呃回复，然后另一个是专业领域的这么一个知识助手，它可以就是比如说做一些呃做一些法律咨询呀、医疗科普这种的，就是可以会根据一些比较专业的这些知识，然后去给用户做一个这种回答，然后接下来我们也会陆续去打算做一些可能相对会更加复杂一些的这些工作流，之后可能会打算就是比如会有去网上去搜索或者收集一些这种资料，然后去做一个呃整理或者之类的这种的，嗯，对，就大概是这样。嗯，OK，哎，那你能不能稍微说一下你在这些工作流里边会用到哪些这个工具呢？嗯，对，就刚刚说到的，像这个呃智能客服跟这个呃专业领域这个知识助手，他们都会用就是像向量数据库这种的做一个这么一个 rag，呃对，然后主要应该就是会用到这个工具，然后这个也是在我们 Evo Agent X 已经实现了的，然后呃对，就这样。哎，行，然后那个关于这一块，我稍微补充一下吧，就是我们目前在做的就是，在做一个就是用我们的框架去创建一些工作流的一些use case 吧。就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注意到，就是我们的框架其实也出来挺久了，但是可能我们目前得到的反馈并不是特别多，所以我怀疑可能是大家就不是很熟悉我们这个框架目前是怎么去用的。所以说
所以说我目前是打算就是有一些就是user case，这样的话能够去更好的去给大家展示一下，在我们的框架里面怎么用我们已经集成的一些工具，包括像这个IG 啊也好，或者是在线搜索也好，怎么去搭建一个真正能跑的一个 workflow，这个的话是我们目前在做的一个事情。然后刚刚的话就是一些例子的话，就刚刚我们说的那些例子嘛。我们如果说就是他现在有就是有其他喂，找时间就是把这块就是给它实现嘛。纪元你刚刚好像卡了，喂喂，你现在可以吗？卡了吗？现在可以吗？那我把视频关掉，现在还卡吗？哦，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了。对，然后那个，哎，我刚刚那个是在哪里卡掉了？刚刚你说这个实现这个案例，然后你就没声了。那没事，反正就大家有什么具体的 use case 的想法的话，都可以就是跟我们交流嘛，然后看看我们也会帮忙去实现，然后看看怎么能够更好的去使用我们这个框架嘛。对，如果你打算基于 EvoEngine X 去实现的话，也可以直接在 GitHub 上面提 issues，有人去看见也会去实现，或者说你可以基于你自己想象的这样一个 workflow 的一个功能去实现，这样子我们就不会有这个重复实现同一个 workflow 的这样一些问题。OK，然后就是这个长期记忆这个机制，子健，你要不要说一下你这个长期记忆的这个实现？好啊，这个长期记忆的话是在基于我们之前做的 RAG 的那个 engine 上面实现的。嗯，后续的话会在它上面再构建多一个带有这种长期记忆的一个 agent，然后长期记忆它后面能做的那些事情的话，呃，是博文吗？还是谁？他不是在做那个韦恩吧？韦恩他当时做的那个事情也会需要用到这种呃，比如说工作流状态的一些存储嘛。所以这应该也是可以属于那个 long-term memory 这边的一部分。对，应该就这么多。你目前的这个记忆机制是基于 agent 还是基于 workflow 去实现的呀？嗯，我现在的话是基于每一个 agent 去做的，但是你要存的话，你也可以存 workflow 的内容，就是它接口是写好的，我记得。那它是现在有这个可以使用的这个案例吗？现在的话还没有说集成到里面去，我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外部的那种 long-term memory，然后定义了几个 action 之后，让那个 agent 去调用，就是让 agent 去去执行它，还没集成到里面去呢。你这个后面是呃作为一个单独的 class，还是说你会变成这个 agent class 的一个 attribute 呀？应该是 agent 里面的一个 attribute。嗯，OK，就相当于现在这个 agent 里面不是有个 short-term memory 嘛，然后相当于子健你那个是不是相当于一个 long-term memory 啊？对呀，对呀，就相当于是个 是 long-term memory。在这个 agent 就是我们设想的，应该是说就做出来之后，你运行这个 agent，你可以不断的去跟它做一个对话嘛，然后它的话应该会比较就是智能的去往它的 long-term memory 里面去添加一些对话的内容，这些对话的内容可能就是这些添加的内容可能就是你对话过程当中的一些关键信息，对不对？是的，
然后添加完之后，可能这些信息会被保存在一个本地的存储器里面，然后下次你再去运行这个 agent 的时候，它会默认的先从这个本地存储器里面先加载之前已经保存的，然后在下次做回答的时候，可能会把这些已经保存好的这些当成一些额外的 context。对，嗯，OK，然后就是我们现在又马上要集成一个新的这个 prompt 优化的这个算法 Evo Prompt，这个现在已经提交 PR，现在在修改的这个过程当中。子旭要不要稍微介绍一下这个算法？能听到吗？可以，可以。对，好的，好的。哎，然子旭，后这你要不把那篇论文就是打开，然后共享一下，可以可以，但是然后你我现在好的，你那边如果不方便共享的话，我也可以共享，到时候你讲一下就行。没有，因为我的电脑麦克不太好用，然后我现在用的是电话，你们能看到吗？可以可以。可以。好的，然后 Eagle Prompt 这篇文章，其实它的主要 idea 就是去优化一个就是交给模型的那个提示词嘛，然后它也是用了这个进化算法，它其实是有两个实现，一个是 GA，一个是 DE。然后我现在提的这个 PR 只实现了这个 GA 的，然后 DE 是我接下来要多添加的一类。然后其实它主要的思路就是，首先你会有一个初始的一个提示词的一个池子，然后它会跑一遍这些提示词，然后给它按照分数排个序，然后按照它的排序结果呢，它进行它的这个进化算法，然后它具体的进化算法就是，首先按照一定的概率啊去抽你这个之前池子的那个提示词。然后这个概率就是你之前跑任务的那个得分儿，然后很显然就是分儿越高，越有可能被抽中。然后抽中这个提示词之后，它有一个这个mute，就是这个变异阶段。然后其实就是像它下边的这个，就是它通过两个提示词嘛，相当于附带，然后去给它交叉，得到一个底下 response 的第一条。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个黄色的跟那个蓝色的，它就分别来源于之前的 prompt。然后完成这一步之后，然后它再根据它的第二步提示，就是去做一个 mute，就去做一个变异，然后得到我们这个新的提示词。然后把这个新的提示词呢再放到之前的池子里边，然后其实它大概是做，比如说你初始有 n 个的话，它大概也是做 n 次，就相当于你现在得到2n 个，然后用这2n 个的分数排序，然后把前 n 个给留下。然后目前它这个是这样的，其实大体思路是这样的。然后另一个 DE 其实它的思路跟 GA 非常相像，只不过它中间，就是作者他又提到了一个 idea，就是他认为很多那个就是好的效果的东西，它有一部分应该是一样的。然后他基于这个 idea，他又提出了另一个提示词模板，就是去不修改某些地方。然后它大概的流程也就是这样。然后其实跟上面那个非常像，只不过它有一个 B 减 C 的那个过程，就是某一部分不去改，然后最后它也是得到一个提示词。然后这个就是这篇文章大概的想法，其实跟很多关于进化算法的都一样，就是选择，然后加变异，然后得到新的东西去不断提高它。然后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因为它是针对提示词的优化嘛。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 plug and play 那种，就是即插即用。然后这样的话，我们用户就不用跑这个时候就不用跑我们整个框架，就用这一个节点就可以。然后这个就是我目前负责的东西，一个就是把 DE 加到里面，另一个就是把它改成 plug play 的版本。哎，你能不能说一下，就是你刚刚提到这个，它需要有一堆这个初始的提示词，然后把这些初始的提示词在这个数据集上全给它跑一遍，得到每一个提示词对应的分数，然后再根据这个分数作为一个概率去抽嘛？那对，这个
那这个初始的提示词它是怎么来的呢？作者在这里边，其实他说他是手动共建的，然后可以看一下他构建的这个来源都来自哪儿。我往下翻一翻。哦，他这儿有个 initial population 这块儿，然后你们能看清吗？就是这一行开始。可以。然后我看它这里面就是不同于已经存在的那种自动化的方法，然后 available 这儿呢这句话就 we apply available manual prompts as initial population，然后去利用这个人类的智慧然后后边他就说应该是哪几类了，我看一下啊。其实它这个初始的那个 prompt 就是手写的嘛。对，就是手写的，就是手写。它那一部个分论文里面有没有一个数字的对比？就是最初始的手写的 prompt 跟它最后优化出来的那个 prompt，它的那个性能能有提升多少？这个好像我记得有个表，就是它附录里边有个表，就是它那个性能的变化。往后翻一翻。好像大概是这样一个表，反正他认为是有这样一个提升的。那作者这里边他做了一个消融实验，就是他们认为，你初始的那个提示词好像对他最后收敛的那个性能没有影响，没有太大的影响。他在文章里边他做了一个消融。他们论文的话，一般用的什么数据集啊？他这个他这个顶上就是他做的任务是吗？对，是他做的任务。他这个一共大概是3个任务吧，前2个是比较简单的那种，就是好像是情感分类之类的，然后第3个有个数据集叫 BDH，叫什么 Big Bench Hard，有这么一个数据集，然后里边有27个任务，里边有那个相对难一些，我往上找一找。这块是他做的这个实验，他大概有分个几部分吧，然后看一下。它有个 language understanding，然后还有个 generation 的这个，然后剩下的它很大篇幅都去做这个 BDH 的这个任务。这个其实这一个任务里边有非常多的小任务，有23个还是27个来着？23个，这是写的。也就是说，他的结论是说，就是就算你这个初始的这个 prompt 很随机，对它最终它可能会进化出来一堆这个比较有效的这个 prompt，就是说这个初始的这个 prompt 即使是很随机的，对它最终优化出来的这个 prompt 这个性能没有太大影响，是吧？对，他们是这么，应该是5.3小节，就是他们做的关于这个初始的那个，它的那个就是初始的那个性能。但是它这个 bottom 跟这个 random 好像就是他做的那个实验的方法，就是他跑了一些那个提示词的性能，然后从里边去挑那个最差的那一批的性能跟好的那批性能，还有一些随机选10个呀，就是它右边的这个小表格。然后他们反正他这块笑容他说的是没问题，但是我感觉好像也是有一些影响，因为他这个我认为是有一点影响。其实它这个我觉得影响还是有的。你看那个用最差的10个作为初始，跟用最好的5个差了2个百分点呢2个多百分点。对，看一下他这段怎么说的，他这个。他底下这个 table 6，他有个他的结论，就是他说 table 6 demonstrates that，然后怎么地，他就说手工设计的那个提示词不是，初始提示词不是必要的，然后他根据他那个表提了一些结论。其实我觉得它这个，它有给完整的一个 prompt 的列表嘛，就因为其实这有个比较 tricky 的点，有可能就是它这好多个 prompt，其实它原本的性能就差的不是特别多。对，我也感觉是，就是他已经是在一个好优中选优的里边，然后去挑了这么个对，情况。就算是他说的 bottom 10，可能也已经性能已经不错了。其实它这个是
在他们的那个 GitHub 的那个项目里边有。OK，行。那个你有看过它原始的那些 prompt 吗？我看了，因为我看了那些 prompt，他们那些 prompt 就比较短，就是它特别短，而且有的那一个 prompt 你就把它拿到另一个任务里边用也是完全可以的，就它不是特别针对一个任务的。就比如说有的任务就是说什么像侦探一样，然后认真分析这个下面的问题，然后就这样。然后再有的就是跟题目就是很高度相关的，就是它会比较相关，但是它就是其实特别特别短，特别就真就是一句话。嗯嗯，嗯，行呀。那个不知道那个其他人对这个算法有没有什么疑问呢？哎，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相当于是针对每一个不同的数据集，它都要手工构建一大堆这个初始的这个 prompt 是吧？对，理论上按它的这个算法来说的话，一定是这样的。我往上看一看，它这有一个，对诶，，require 就是他有没从有说 require 就是这个他每个数据集他写了多少个 prompt 呀？你说它每个写了多少个是吗？嗯，对，嗯，或者这是初个始的那个 population 的 size 的大小对最后性能的影响。这个我看看他们好像这么做这个实验。其实他们这里边还有一步，就是他们还有一步就是，比如说你设的那个初始的 size 是14，但你只手写了5个初始的提示词，然后他还设计了一个转译的这么一个功能，就是会把那5个提示词用大模型给它改写到14个。嗯，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们想问的，我看看他有没有这个实验，有点儿记不太清了这个事情。我接着往后边应该有，这个是个 size，对，是有的。它是有 size 的。然后看看 BBH 的，哎，这是，他不是 top 嗯哼，10 bottom 10吗？这一共就10个，怎么给他 top bottom 了？全都是一样的。哦，这是12个。它应该不是从这个顶上，嗯，对，看起来好像那个一开始的 size 的大，就是那个 population 的大小，确实会有影响。就是你的初始的 prompt 越多，它可能性能可能会好一点点。对对其实我感觉这个整个它的这个算法跟那个 AlphaEvo 其实也差不，怎么说，整体思路上差不多。因为 AlphaEvo 本对质上也是有一个数据库，它那个数据库本质上就是一些初始的一些 candidate 嘛，然后通过一对对对些进化算法不断的去迭代，然后选一个最好的。对，是这样的。但是它这个照 Aflow 那个，其实理论上也是蛮接近的。但是 Aflow 它的那个选择进化谁的那个算法的设计跟它不太一样。再就是 Aflow 它有一个能传播经验的那一步，它这个其实传播经验这块儿还是比较少的，就是它不太知道那个分儿为什么高低，对，它不知道就是具体任务中发生了什么，它只会根据那个分数。然后来这样传递一传，就是我认为它的一个局限，就是比如说任务中可能某一个东西它会反复错，但是它的算法是没有办法察觉这个事情的。但 Aflow 那个就可以，Aflow 它会写一个那个关于经验的一个问题，然后再传到回去。对，不过这些不同算法的区别是不同算法的区别嘛。然后我目前的话，应该就是先打算就是集成它原始的这个 EvoProm 的算法嘛。可以，可以，嗯，嗯，我有个问题，就是它这个从那个随机，它那个选择就是呃要进化的那些 prompt，它是随机选吗？还是说它可能优先选择那些分数比较高的，还是什么的它是优先选那些分比较高的，它是按那个？OK，分，然后去按那个分数的那个占比概率来选。
就是一个，OK，种群中，对，一个种群中，就是你直观理解就可以理解为，就是他认为分儿越高的，然后他会有一些遗传特性就越好，然后就应该越去多遗传他们。但是也要选择嗯一些分儿低的，因为它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变异的一些好的一些特性。OK。好的。OK，其他人对这个论文或者这个算法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行，没有的话，接下来两个第四点和第五点其实都是工具类的，呃，稍微说一下就好了。不然那个你让俊华统一说一下呗。俊华没在吧？那个布鲁斯不是他吗？哦，我不知道他现在方不方便说。对，刚刚那边处理好了，现在应该还行。那我就略微说一下吧。首先就嗯，是通过 OpenAI 和 Flux 实现图片模态的支持，这一块我记得是哎，对，肖阳。这一块对，是肖阳之前做的一个工具类，对，目前也是还在测试的状态。因为 OpenAI K 那边实际上它确实是有一个需要一个认证的一个过程，所以说目前也在想办法去绕过这个过程，然后去看看它最终生成的这个质量到底如何。对，然后的话就是其他的一些新的工具，就是包括3个数据库的一个工具，就是可以说是涵盖3种数据库吧，一个就是比结构化的一个数据库，就比如说是 PostgreSQL，对，然后也有非结构化的数据库，这一块的话我们用的是 MongoDB，然后还有一个是向量数据库。对，向量数据库的话，我们是依靠子件的一些实现，把它整合成了一个工具的这样一个类，然后呢，让我们的 agent 可以调用。然后先从结构化这一块说吧，就是 Postgres 这边的话，目前是支持增删改查一些基础的功能，还有一个就是 SQL 的这样一个语句一个执行的这样一个小功能吧。这样的话，agent 它写 SQL 的话可能会比较更方便一点，更容易识别一些，也更方便写一些。对。然后呢，它的建立的话，可以是用本地的已有的呃一些数据库，或者说是从头重新开始建立。这一块也是在初始化的时候有一个说明。接下来的话就是 MongoDB 这一块，MongoDB 的话，首先是支持MongoDB 的话，首先是可以支持它的远程的服务器的这样一个连接。对，就比如说你在 MongoDB 它的这个官网上头注册的一些账号，或者说有一些连接这样的一个 config，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交给我们的，在初始化的时候交给我们工具，它可以直接连上。当然也可以用自己本地的一个 localhost 上的一些也是可以的。然后或者说的话，可以说是重新开始重新建立，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选择吧。对，然后它的支持的话和 Postgres 一样，它是增删改查，但是由于这个 MongoDB 它的语句就是执行语句，它和 SQL 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就暂时是不支持直接用那个命令执行的功能。对，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子健之前做的一部分的，做的那个 Fires 那个 Vector Database。然后这边的话，我们也是把它略微整合成了一个工具。然后目前的话，也是支持用一些现有的数据库吧，就是一些保存的一些文件，比如说 Corpus 这些，对这些已有的一些配置来初始化我们的数据库。当然也可以就是从头开始建一个新的，当然是就是不停，最后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尝试保存成一个文件嘛，对，这也是其中一个方式。然后它目前的话和其他不一样，它目前只是支持增加的新的条例和一个是查询的功能。对，因为这个 Vector Database 它正常都是删减这一块，实际上也有一个接口是删减的，但是它删减的这个
难度会比较大，而且正常也不会用。对，修改的话，目前是没有给它留这样的一个位置。对，目前的话是集成这样3个数据库的工具集。对，然后的话还有一个工具是 RSS Forward。这边这一块的话，正常是用于，比如说需要一些比较实时的、比较新一些的一些新闻，有的网站会提供这样的连接，然后这样的话，它可以做一些推送。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些手段去查询一些比较怎么说呢，比较专业化的，或者说比较客体化的这样一些新闻内容。哎，你对，这然后目个前的话，我们的使用方式的话，首先就是给一串 URL 吧，就是一些网站提供的 RSS 这种 URL，然后交到这个数据集的话，它可以交到这个工具集的话，它可以尝试去查询一些现有的一些新闻，或者说根据一些设置去查询，比如说7天之内的一些比较火的一些新闻。对。哎，你这个新闻查询的这个有没有一些 example 呢？比如说你刚刚提到说，给他提供一个 URL，那这个 URL 是比如说某个门户网站的 URL，还是说是某条新闻的 URL 呢？这都不是的，它是可以说是门户网站吧，因为它不是所有的网站都支持这个服务，就是有些网站它可能会有一些推送的服务，然后有些推送服务它是通过这个 URL 的形式进行的，那这个时候它正常会提供一个推送这种 URL 的 link。对，我可以哎，俊华，你那个如果有代码的例子的话，可以给我们看看例子吗？共享一下。行行，稍等。行。对。这个的话，就比如说我们这边用一个 BBC iNews 这样的一个内容，然后当我们用工具去查询的时候，它会给一定的结果。比如说这边是规定了3个 entry，然后第一个比如说 struggles to clear deadly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第二个是 at least 14 dead in South Korea哎，你这 floors 个 and 这个 dancing。RSS 是哪个网站的这个啊，这个好？BBC 啊像是 UK 的这样一个对一个网站 BBCI BBC News。比如说这个 at least 14 dead in South Korea floods and landslides，这边的话对应的就是我们这边这样一条。然后之后的话，它会有给一些额外的信息，这边就暂时没有展示出来。bbci.co.uk 怎么没有这个网站？对，因为它这个网站提供的它的 URL 可能和它的本身网站它的形式不是太一样，就它可能说不是说直接根据这个 URL 就可以直接到官网，它是一个特定的这样一个形式。哦，OK，对的，对的。就还是得看网站的一些提供商。这个其实后面的话，如果有说法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尝试就是去收集一系列的这个 URL，然后到时候比如说有什么任务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去查询，看看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合适的一些网站，然后让它去以这些网站为基础，做一些最新的这种资料的一个搜索。对。
或者说就是其他方式。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其他方式，比如说直接谷歌搜索啊，其对这些方式也有。目前这个功能还有没有其他的网站支持？有没有中文的呀？好问题，中文的我还真没怎么注意过。呃，新浪新闻，嗯， RSS 新闻区，那个我想想，嗯嗯，暂时一时找不到的话，我们就哦，看这个例子也对，行。然后如果就是你能给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果吗？啊，结果是什么？稍等，对对，就是你这个 RSS 它有哪些功能，然后大概每个功能都是能输出什么样的一个结果目前最常用的就是一个 fetch 的一个功能。等一下，我看，？Fetch、Validate、Monitor。对，这个色手感觉不是太行，这边还是需要一些改进。目前的话，结果也很有问题。对，这四个什么区别啊？Validate 是干嘛的？validate 大概就是说尝试去拼一下或者这种样子，大概就是说啊，我现在有一个 URL，但我并不确定它到底是不是 valid。对，monitor 的话，大概就是给出一些怎么说呢，一些比较基础的信息吧，网站关于 URL 的一些信息。这两个的话，正常如果是一旦确定这个 URL 的话，正常只会用到第一个 fetch。对，那你刚刚那个搜索的那个3条新闻，你是根据什么关键词？它是你要给一个关键词是吧？还是什么？啊，没有没有，这个是网站直接推送的。就是你没办法搜索，它是最起码目前的话，我们这边暂时不支持搜索。就比如说网站那边你可以，我不知道有些网站支不支持这种功能啊，就是有的网站它可能是，比如说可以订阅一个频道，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这个形式吧。然后这个频道里头，一旦有什么新的信息，你通过这个 URL 去访问的话，它就可以给你回推这种最新的这样一个频道内的一个内容。对，哎，那你现在你这个，如果说你现在再嗯嗯，跑一遍这个代码，岂不是它出来的这个结果应该要跟这个不一样是吧？就是跟你应该是一刚刚那个，样的吧？因为它的首页的话，我记得，哎，对，它的首页好像没有变。等一下，我再打。BBC 的首页的话，它还是这个 Alice 14 die。对，对，这个是 invalid max retry exit。什么问题？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结果。你是这个这边会有一个 title，然后会有这样一个 link。但是我并不推荐，就是说，直接去解析或者怎么是，或者说我们硬性去要求它。我推荐是把这样一条直接传给我们 agent，然后这样的话，它可以自己决定到底哪些是有用的，而且它的格式并不是确定为title 啊、link 啊或者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对，所以说这一条正常是推荐直接传给 agent 去解析，而不是自己手动去发死。相当于如果它这个首页不更新，我们就永远只能看到这几条是吧？哎，对呀，对呀，是啊。所以说这个新闻的提供方，不过正常新闻提供方如果他首页不更新的话，这个新闻页面估计就死掉了，也就没啥用了呀。这个倒是可以用来做一些这个，比如背调，说一些背调一些背调，怎么背调？就是关于某个话题的背景调查。他又不能说看到之前的那些，他这个主页就是说之前挂上去的也还会就是一直往后排序是吗？
对，我记得它是有一个口，它是可以说啊，我们是几天之内的，或者是这样的一个通知的这样一个问题。你要写100天之内的，它是不是它这个没有上限吗？我靠，这个我还真没试过，还真没拿到100天。然后这边好像是7天吧，我记得默认。7天只出来3，哦，你设置了 max 是3是吧？对，max 3条。哦，OK，相嗯，当于最新的这3个被你拉出来了。对，或者说它主推的3个被我拉出来了。OK，这个倒是可以用来做一些这个，比如说舆情监测吧。我觉得这个做舆情监测倒是可以。就是嗯嗯，我假设说我很关注某一个话题，然后或者说我直接让 LM 去判断，就是说时刻判断这个有没有说跟我关心的这个话题相关的这个新闻出来，然后对把这个做一些解析也好，或者说直接发送给 user 也好，这个倒是可以。其他的话，它不对能检索的话，我觉得可能就只能这样子了。对，这个对，感觉上，比如说一些股票的一些什么情绪面啊，或者说大概的市场的这样一个大体的这样一个情绪，这种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做，但是细分到股票的话，它可能比较难。或者说呢，需要的一些连接，这边可能说会有一些比较定义化的，比如说某一个领域的一个连接，或者说什么样，这个主要还是得看这个提供方是什么样的，他哎，准备把什么内容放进去。我们在哪里可以看到，就是有哪些 URL 是支持这个 RSS 这个功能的呀嗯，不到吧？这个好像要自己搜，？OK，那这个功能 newsfeed 是谁提供的呀？嗯，这个功能各个网站提供的，就是我们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接收器的存在。然后正常的新闻网站，比如说新闻网各种各样的一些网站，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新闻推送的服务。就比如说你手机里头可能会有一些弹窗，然后弹窗呢，它会告诉你什么 breaking news 啊什么什么的，和那个样子有点像。对嗯，OK，可以，这个还挺有意思的。这个比较适合搭你这个建一些就是需要及时需要获取最新消息的一些 workflow。对，但又不能是实时的每分每秒的那种，那种要求好像还挺高的。对。这个能获取就是那些文章的内容吗？还是说你得去，文它提好像不能。供一个链接，你得去那个链接才能去读那个文章啊？正常它是和另外一个套进行组合的，另外一个套就是直接根据某一个网址去拼它的，也不是说拼，就是把它的这样一个内容转换成一个可读的形式，再传给 agent，那再传给我们的 agent。目前是这2样在一块组合使用的，对相当于这玩意儿。所以是它本身是不提供这个文章内容的，是吧？对这个工具。对对，本身它只会给一个简短的一个 summary 或者一个 title，title，就比如说这边，因为它这是返回内容，它的格式并不是一个十分固定的样子，就它是有的它可能会返回的东西多一点，有的会少一点。像那个这边的话，它可能对都对，能得到你说它的链接是吧？并不一定，这个并不一定。像是 BBC 这种做的比较好的一些网站的话，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全部都有的，每一条都有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有些比较小一些的网站，它可能就并不会提供，它可能会用一些 summary 啊或者一些东西。嗯，对，但是主流的媒体的话，应该都是有的吧？可以，我觉得挺好的，这个值得拓展一下，看看可以建一个 list，把那些提供这个服务的这些网站都给它放进去。嗯，确实。对，我感觉这样的话，可能比只单独谷歌查要方便一些。
而且谷歌它可能有一些广告内容，好像还是跳不过去的。这个方式可能可以规避一点。嗯，这个做探索其实还挺好的，就比如说BBC News 吧，我们并不知道要查什么内容，但是我们只是想要知道一些新闻。这个时候作为这样的一种探索的行为，我感觉这种RSS feed 还是挺有用的。直接建一个什么？database 是吧？不是，我直接建一个这个新闻分享号，专门搞报搞，跟某一个 topic 或者某个地区相关的这个新闻，一发出来立刻就给它推出去。那个笑死！国内一些新闻网站的有吗？国内新闻网站我还真没有注意过，但是我搜的这个新浪网 RSS 它好像确实也有，比如说有广州新闻、游戏新闻、科技下载各种各样的，微软、IT 天堂各种各样的，猫扑即时网，我看看嗯。，Access denied，我看，copy 里，行，呃，对，那先这一块就先这样。OK，还有其他内容吗？好像那个，哎，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没有的话，我记得宋涛你好像还有一些内容要分享是吧？我这里其实就是框架的新功能，我其实上周没有，因为上周开发的是那个我们那个产品那边的。嗯对，，OK，我看你弄了一个那个多轮对话的这个 Human in the Loop 是吧？哦，那个是上上周的，那个很早就已经弄完，主要是这两天刚刚那个 PR 刚刚通过，就是刚刚就是 merge。对，不然你稍微说一下，因为上周我们也没开会，可哦，以，对，也没开会，对对。对，然后要不就那个就那个例子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呗，我要分享吗？可以共享一下，如果方便的话。好，我看一下这个。呃，多伦多找一下那个 example。对，能看到吗？可以，然后它使用就很简单，它就是这个类，然后它这个类也是在这个 HITL 里面，然后我们只需要就是呃让它实例化。对，然后首先说一点就是它这个多端对话，它的目的是为了就是对一个现有的就是 workflow 进行修改，通过这个多端对话的这个方式。实例化之后也是需要再加上一个之前已经有了这个就是人类就是 human in the loop 的 manager 这个类。然后我们这边已经有一个已经现成的这个 workflow，它是就是说以 JSON 的方式呈现的，然后它也可以直接传入这个 workflow 实例，也是没有问题的。对，然后它的使用方式很简单，它使用方式就是直接是这个例子实例化之后，它里面有一个我直接创了一个属性叫 conversation action。对，然后它就是里面有个通用的这个方法，就其他的 agent，就是其他的那个可执行，它都是有这个，就是这个执行方法，然后就执行就可以。然后它的这个传入也很简单，就是把这个 LM 模型和这个输入这里面的输入就是这个 workflow 的这个路径。对，然后基本上它的调用方式就是这样，就很简单。然后它现在能有的功能呢，就是我运行一下。
现在功能很简单，现在功能就基本上就是类似于一个就是它有几个选项，我们可以直接编辑它这个 JSON 的格式，也可以直接就像这样。因为这个 GUI 方式，我们现在讨论就是它其实并不是一个重点，对，而且它现在已经完成功能，它是在一个编辑器里面，这个编辑器很简单，它是用那个，我暂时是用这个叫，哎，对。对，是个 Tkinter 就很简单，但是我发现它一般我们的 workflow 它不会特别简单，就不可能就是说一两个节点，可能有也不是很多。我们这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它都有4个节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里面这个例子，就是说待修改这个例子，它这个是一个做一个这个游戏的前端，然后它这个节点它有4个例子，所以说我发现它其实 GUI 里面它会让这个 JSON 非常长。我考虑过用这种，比如说 VSC 里面它这种可折叠的，就是说这个显示 JSON 它可以折叠，但是这个还不就是说目前还不知道该怎么实现。但是我们这个需求好像也并不是那么多，因为主要的还是用这个 LM 进行修改。对，所以说这块儿就暂时所以说暂时它就先搁置。所以说我写了一个正在开发，还在开发，然后我们主要的看的是这个，用2来。然后基本上把这里面把我们的这个所需要的，比如说我们要删除一个删除最后一个节点，它就会完成这个事情，然后它会把结果打印出来。其实对，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即使删出来是4个删一个，然后变成3个，其实这个 JSON 看起来很长，即使把它打印出来，就是会看得很乱。对，就是说，因为在终端里面没有，就是没有其他一些那种神奇的 GitHub，它就是呢，我估计可能会有大佬做这种，即使在终端也能折叠 JSON，但是就是我们的原生的这个终端它没有办法，它只能看这么长。对，然后但我还是让它打印出来，最后它会把这个结果存到一个文件里面，存到一个新的 JSON 里面，就在这里。然后我们只需要最后就是退出，或者是类似的，或者是就是把它重载之前的原始的 JSON，或者继续按2进行修改，大致是这么一个情况。对，嗯，然后这就是目前这个多轮会对话的情况。可以，挺好的。哎，对，然你这后如果个后续多轮对你说。话，比如说你刚刚是让他删除了最后一个节点嘛？那如果说你让他，对，上出了最后一个节点。你让你嗯，你说我要优化或者其中一个节点，他也是可以办到是吧？那也可以的，对。如果说你嗯，让他优化，他是会去优化他的 prompt 吗？还是呃，这个我现在的提示词是，就是说让他去就是说去完全就是根据这个用户的输入进行优化，然后他具体会，比如改结构，或者是，比如说或者是说改一些输入啊，其实这个没有太多的限制。然后如果嗯后续要细分的话，可能会再加，对。然后我现在目前就是把它归的比较死，因为它这种修改的方式，如果我们用一些比较简单的，就是说性能没那么强的模型，它很有可能就会出错。所以说现在目前的就是限制条件就比较死，就是说它之前就是说原先 workflow 的一些字段啊、一些 K 啊都不能就不能乱动，对。所以说嗯。如果让它进行一些，如果我们的命令非常非常简单、非常非常宽泛的话，它究竟会优化成什么样，也确实不太清楚。对，但是我自己尝试的几个，就是一个就是很简单的是增改，就是一个增加一个或删除一个，这种比较死，还有一些比较开放的，那几个比较开放的那几个测试，其实它都没啥问题，都可以进行正常运行。但它究竟是最后这个 workflow 它是确实是被优化了还是什么，因为这个结果也没法就是特别量化，这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它是能跑。对，嗯，OK，可以，挺好的，感觉这个还是很有前景的，毕竟
如果说对于非常复杂的工作流，它都可以就是说非常精准的执行你的这个 modification 的命令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前景的。嗯。如果我感觉其实更多的是看就是说我们用这个基座模型能力吧。我感觉基座模型能力其实够突出的话，其实应该是没啥问题。对，然后因为它现在大部分市场大部分模型的上下文都非常非常大，就是几百 K 都有。对，所以说但是说它就是说，如果我们提供，因为 JSON 它毕竟是一个字段要求比较强的嘛，然后因为它会直接是要，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我们运行的这个实例的这个序列化出来的东西，如果就是说那种非常非常长的上下文，它可能万一某些字段它不小心它弄错，也是有可能。对，哎，就说如果是非常非常长的上下文，你现在用的是哪个模型啊？现在用的是我在测试里面是用的4O。嗯对，其实4O就已经，我感觉它，反正我自己测的，虽然说我没有说的像那种 benchmark 测了几百次，但是我自己测这应该得有十几次、20次，但都没有出错，就是说它都能成功的再次把 JSON 实例化成 workflow。对，嗯，OK，可以，挺好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其他问题呢？OK，行，那不然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可以啊，那个感谢大家的参与，嗯，好，行，那就到这儿，好，拜拜，下周再见。拜拜。